好，那今天的嘉宾呢，又是我们这个老张茶馆的常客，温哥华的神医段医师。那我们今天聊的题目呢，因为最近聊了很多这个气功实修方面的，那气功实修方面，我觉得很容易这个出偏或者走火入魔。那段医师在这边呢是有很多经验的，所以今天也想跟段医师聊一下关于气功实修里面遇到的这些危险情况怎么处理，或者说哪些是幻象，哪些是你真实的这个境界的对照，好吧？那成，那段医师好。您好，老张。我先纠正一下，我不是神医啊，就是普通医生。这个称呼不能乱叫。行，那我还是叫您段医师吧。好。除了神医，我是想不出别的词儿来，主要是。就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就是很普通的工作。行。那段医师，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题目，希望您给讲一讲，因为您是有明确的师承的，而且您也经历过很多这方面气功热当年的这个热潮这种荒谬的事情，所以您给我们讲一讲您这边的看法呗。我们管出偏呢，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不管是从传统来说，还是从现代的这种研究来说，就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我执，还有一个就是法执。能举例子说一下吗？就是举您看过的例子啊。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就是年轻的时候练一种内家拳，然后练了大概1个月左右，而且是全封闭这种闭关式练的，就是从早上7、8点吃完饭，一直练到晚上10点左右，然后就睡觉，除了吃饭睡觉就全都在练。练了大概1个月之后，我出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我一起床，一站到地面上，这个头顶是贴着房顶天花板的。然后一起练功的这些人，我看他们，我觉得都是在他们头顶上看，都是看他们这个角度是看到他头顶的这个角度。然后我觉得看我自己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巨人。力大无穷，无所不能。然后我去跟我们这个老师就试了试，比划比划，结果就被打得很惨。就这个就是一种出偏，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可以认为它就是走火入魔。实际上它都是一些大脑和神经的错误认知，就是它把你的神经的一些判断出现偏差了，和你大脑的认知出现偏差的，这种过去就叫走火入魔。现在就叫出偏。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执和法执结合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和身体的实际状况是和这个物理世界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认知出现问题了，这就是出偏。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气功里面的这个八处啊？还不是八处，那个八处的话都是短暂的现象，就不会太长。我那个是感觉就是一整天都是，就是比如我身高1.75米左右，然后我那个老师大概1.85米左右，我看他，我觉得像看一个小孩儿，我觉得他比我矮1头，然后我觉得我这头得低着，我不能抬头，一抬头头就撞到天花板，就这种感觉，持续的。OK， 就是说这是练功练了很长时间以后，然后自己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他就多方面的感觉和神经这个传递出现错误，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体现过。最常见的就是青春期的小孩，特别是小男孩，他突然猛长，比如2、3个月之内长了20厘米、30厘米，有这种的，他就会出现这种神经上的错觉。就是特别勤奋的修习某一个气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感觉，是吧？不一定会出现，但是有可能。说气功了，就说，比如说我还是说我的同学吧，我同学就是因为一起练体育嘛，上那个中学的时候，他练跳高，天天跳，跳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就很多次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能飞了。他跳下来以后滞空时间很长，他说我觉得我能飞了。然后他做梦也梦到自己天天在飞。这就是
练体育或者我们说传统的动功，如果你是一个单一的模式之后，你的气血会往一个方向去走，然后你的这个神魂魄也会往一个方向去走，就会出现某些幻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您说的是幻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您说能飞那个，他肯定飞不起来，对吧？他跳起来，他感觉上他能飞了，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世界、物理世界，他还是会重重的摔在地上的。对，但是他这个就是很轻松可以扣篮啊，然后跳高跳远都是远超同龄人的这种水平。那就是说他还是确实是提高了，对吧？对，提高了，但是他提高的和实际上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感觉他提高的程度跟他实际上提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对，就像您感觉自己很牛了，然后但是跟师傅一打，还是被师傅给揍了。对OK， 然后一打完之后就清醒了，一看哦，老师确实比我高。OK， 然后头离这天花板还差了几十厘米呢。就是说打完了以后，马上这感觉就没了，是吧？感觉就恢复真实了，回到真实世界了嘛。就是而且您说的这种，就是说它不是那种8处16井之类的，它是长时间的，就不像气功似的说冷热什么轻重色滑都是一时半会儿的，它这个是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直到被打回现实，是吧？对，就是包括我原来跟你讲过我大学同学那个例子嘛，他自己半夜起来一手放热水里，一手放凉水里头，然后起来要跟别人说我练功出偏差了，走火入魔了，一手凉一手热。OK， 他那个我其实当时一个细节没说，他不是说那个他放完以后很短的时间一手凉一手热，他基本上那个几天之内都是一手凉一手热。甚至到后面他就是半边身体是凉的，半边身体是热的，你用手去摸能感受到这温度差的。就是外人用手摸都能摸出来了，是吗？对。但是这不是他练功练的，这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然后造成了生理上的变化了，是吗？这个就应该是综合作用吧。第一个，他有这个热水凉水这个，就是我们说物理外界的刺激，再加上他自己有练功，再加上他的一些观念认知，就造成了这个结果。这个就是常见说的这种走火入魔也好，偏差也好，这是标准定义。就我们不讲太学术的东西，但是你去看我之前推的那个中医气功学，或者你找一本过去出的那种实用气功学，里面讲偏差、讲走火入魔这段，就是标准定义就是这样。您能再用语言定义一下，就是说他的心理上的感觉跟那个实际不一样了，是吗？就是认知出现偏差。认知出现偏差。OK。对，推广的话，我们说，其实不光是练气功，很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偏差，也会走火入魔。比如前几天，那个上海公园里那个上海爷叔，一忽悠一拍视频说股市马上要涨啊，大 A 要飞起啊，很多人就疯了一样，贷款加杠杆去买 A 股，你说是不是一种走火入魔？您那走火入魔已经不仅限于气功了。它就是一种人会出现的现象。我最近一直在看一些精神病方面的书，精神病其实也是出现了偏差嘛。我最近读了几本书，一个叫《我在精神病院种蘑菇》，还有一个是精神病人自己写的，叫《我想和你谈谈精神病人的世界》，还有一本叫《精神病人的世界》，基本上都是认知出偏差的，就是他认知偏差以后，他分辨不出来真的还是假的，等于是他其实生活在自己的幻觉里了，对吧？如果你从玄学的角度来说，说不好是精神病人看到的是幻觉，还是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看到的是幻觉？就是反正是这个人的认知跟普通的人的认知不一样了，而且呢，他会把这个认知当做真实的东西存在，而且就现实中就发生，对吧？对，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安慰剂效应这个事儿。对，这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但是大家都没有仔细去研究的一个事儿。对，安慰剂效应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你心理或者说我们说精神影响物质的嘛。对吧？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专家给你开的对症的药物，它疗效就多30%啊，甚至可能它是一个安慰剂，它并没有真正的疗效。
这个人的病就好了。其实如果反过来这么说的话，你觉得这种认知出现错觉了是坏事还是好事呢？如果要是这哥们儿认知出现错觉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病就应该好，然后他的病就真好了，那你说这是坏事吗？这个偏差也不见得是坏事的。这么一说，这就涉及到这个，我那次跟你提过一个，就是我忘了跟你提没提过了，就是心理暗示也好，或者安慰剂效应也好，这个它符合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定律，或者玄学当中也很多都是这样的案例，叫做好的不灵，坏的灵。医学上面呢就叫做反安慰剂效应，就是网上好多人是一直不停的在提安慰剂效应，就拿这个事情，拿这个东西，拿这个效应去做很多例子，然后来说明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如果知道反安慰剂效应的话，他这个很多论证就完全打脸了。反安慰剂效应，您再明确的定义一下成吗？反安慰剂效应是这样，就是说，临床医学当中发现一种跟安慰剂效应类似的心理效应，是当如果一个患者认为自己接受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必死无疑，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时候，这个手术100%失败。这个是至今没有反证的，就说啊，这个人已经是必死了，然后做完手术他还能救活，没有这种案例，就是100%死亡。如果这个人确实是觉得这个手术，这个医生救不了我，就是说我们说的坏的一定灵。那要是照您这么说，如果一直是觉得自己特牛逼的那种，假如有这种认知偏差，我就类比就是安慰剂效应30%左右的几率，就是他可能有30%真的骗过自己的潜意识，然后呢会出现30%的效果。或者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所谓的气功，不管你是佛家、道家、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他们的这种修炼功法，实际上都是可以认为是不断的放大这种安慰剂效应，让我们的心理暗示通过特定的运行、特定的气血运转、特定的这种思维训练，达到一个预设想要达到的效果。那也不坏啊，其实。但前提就是你成功了嘛。所以为什么叫修道者多如牛毛，成道者凤毛麟角？那按您说，按照安慰剂效应的这个比例的话，其实假如你坚信不疑，然后有30%，那也不错呀。安慰剂效应是单一效应，就是我就是一个药，然后就一个效果，这有30%。那你是一套功法或者说一套理论，然后它是1步2步3步4步5步，这样一步一步你去30%乘30%乘30%这么乘下去啊，那这个几率就非常渺茫。如果你的方法不对，或者说我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提到玄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容易上当、容易受骗，容易被骗财骗色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基础知识、基础概念和它的历史，包括它的逻辑都不是很熟悉的领域。同时呢，又会出现往往就过于自信，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我执嘛，或者是出现法执，就特别偏执的认为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出现偏差，所以这个几率就很难你去让自己的潜意识、让自己的真心本心相信这个事情。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我觉得挺矛盾的地方啊，就是说，你看中国传下来这么多有传承的功法，这些功法之所以它能传下来，它一定是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有验证的，对吧？那这些验证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真的，啊，那另一个人呢，听了这套功法，他也知道，某一步应该到什么效果，然后他强烈的心理作用，像你说的我执加法执，他也出现了这个情况了。那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魔修或者邪修嘛。我们再说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秘传的教派，它为什么要秘密传承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提前达到你没有修炼到的境界，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景象效果，甚至神通，然后你再充分的相信这种力量、这种景象你能修成之后，你就真的会修成，而且是几率是很大的。
这就是一些所谓的秘密教派，或者我们再说直白一点，一些邪教的方法。那这种定义，那邪教就太多了。对，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是你说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那我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道教传说、道教典籍还有道家的理论来看的话，特斯拉算不算雷法大成的修士？这个公开的资料都能看得到。特斯拉一手一个球形闪电，然后在他设置的这个法拉第笼里面，它可以操纵这个电的这种放电效应和方向。那我觉得他确实是有能力啊。他的最经典的传说就是他可以在他的大脑里面做实验嘛，想象出来各种机械，然后能够在里面做验证。对，这是不是道家说的内景？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那他法拉第笼能不能看作一个道家的法器或者是法阵？也可以，按您这个思路。那它达的效果是不是雷法？所谓雷法的效果？因为雷法我不太懂定义，但我觉得可能是吧。那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是1000年前法拉第生活在那个年代，而且能做出他100多年前他做的那些事情，那会被1000多年前的人认为是什么？那就是神仙了，活神仙了。对啊，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跟出片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逻辑上，这是你刚才问的，说就如果一个人他法执和我执极强，然后有没有概率修成呢？那特斯拉就是一个典型的。而且我认为，其实我执跟法执极强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都能修成，只要你强到一定程度，对吧？但是你最好不要这样。为什么他如果我执和法执很强，不会成功呢？就是你要认清楚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吧。就是我原来也提过，就是解剖学这个图谱，都叫正常人体解剖学嘛。就是解剖图谱是照着人画的，但没有人是照着解剖图谱长的。经络图也是这样。每个人的经络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一些小的偏差。有些小的分支。它就跟我们掌纹、指纹是一样的，它不是说都是照着经络图，或者是我执、法执里面想象的那个路线去运行的。然后也不是按照你想象的那个速度去运行的。太快和太慢都是和实际的这种身体状况是不符的，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出片的时候，错觉、错位的感觉。如果他的方法不对，就是法执出了问题，我就觉得这么练是对的，然后我就照着这么练，然后给自己很强的心理暗示，我练这个一定会怎么样。比如说，就是说，我觉得我身体很差。我觉得我在排病气，那就你就真的会身体很差，就真的会出现各种排病气的反应。但是我们像中医里面呢，就是包括也很多，就是现在这种各种培训太多以后吧，有好多这种不明所以的人上那些课就想就说，我不敢治病了，我一碰到病人接触太多，我吸病气啊，我身体会变差呀。那你有这种心理暗示，就是我们说的嘛，好的不灵，坏的灵，你就真的会吸到病气，你真的会生病，而且你会生和你看的病一样的病。但是你说像这种自认为自己在排病气的这个，而且他的身体确实在变好，那他不就是那种少数的安慰剂效应吗？哪怕他是假的啊，哪怕因为他这个看了很多东西以后，然后他觉得自己的真气是按照那个方向走。那我认为这个对，首先咱们说一个事儿啊，第一是对这个人来说本身没有什么坏处，对吧？那坏处很多呀。首先他一定会，其实他所谓的那个变好，不一定是真的变好，就是他以为的变好。这刚才这都是想象的。就是一种错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如果这哥们儿事先就没看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他原来压根儿都不信，然后他有了这个感觉，而这个感觉又跟某一本书上，或者说某一个著名的传统的功法上的东西对应上了，那你说这个他也是幻觉吗？他这幻觉哪来的？他都没有原始印象，他是先出感觉再去对书。那这种你说这也是幻觉吗？我觉得这种我就比较怀疑了啊。
你可以怀疑，但是为什么我最开始就跟你说你要看一些生理学、看一些解剖学的一些书，包括现在很多这种神经学还有脑科学的一些研究进展呢？就是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玄幻的多。现在你去就是说，按您的说法，实际上说我就是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我感觉到了，然后我又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书，然后我感觉有这么一感觉，我一查，在某一本书上，哎，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是你练什么功到这个状态就是这样。您认为这种也是？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传统气功没有一门是真的。如果按这个解释的话，所有的传统功法，你所有的验证，我都说它是假的。那这没办法了。我们是有标准的啊，这个是有验证标准的，不是没有验证标准的，不是所有都是假的。你理解偏差了啊！我刚才就是要说这个，就是人体，就是现在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人体在特殊的运动或者说特殊的意念观想的时候，会产生生理变化。就包括我原来在大学也是做过这些监测的，就是你去观想特定的东西，或者按照任督的这种合车搬运。然后任督周天的这种功法，你去做，如果做到一定程度，你生理是会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感觉，它会有一些感应，甚至出现一些影像、图像，甚至是一些听觉上会听到一些东西。甚至就是你说的那看到画卷，这些都是有人做到过的，而且是有些是可以重复验证的。就是大众不太了解的领域。没有基础知识，然后你就没办法去逻辑、去推理、去判断了。但是如果我们换成一个日常生活大家都有经验的一个东西呢，你就很容易就理解了。比如我们就是说这个传统就是说，你不要练完动功以后马上练静功，也不要练完静功以后马上练动功。这么一说，大家可能你既没有认真练过动功，也没有认真练过静功，也没有这么试，然后1次2次实践以后，觉得哎说的也不绝对，当然不绝对，但是我们去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体验到的，比如这个人常年不做运动，就是一个上班族，天天对着电脑，然后一天做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地震了，狂奔100米之后会怎么样？他会吐，他会心脏狂跳。甚至会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认为很正常的。那我们就把它换成这个气功上面，你去让一个常年禅修打坐的一个僧人，忽然做一个他可能10年20年没有做过的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做了几分钟之后，他开始哇哇吐，啊，你说哎，他之前练的方法不对，我这个方法对，这个其实没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是气功出偏的感觉？什么是一个功法练到一个状态的该有的验证？这两个普通人怎么能分别呢？不能说同样的感觉，有的就是气功就是练出来的，有的就是你出偏了，你法直了，我直了。那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判断了，我一普通人啊。普通人就是凡有所向皆是虚妄，然后它有一些标准，就是说具体的感应、具体的景象是有标准的。然后比如刚才你提到马阴藏相，马阴藏相在各个修炼里面都会有。咱们先不说马阴藏相，因为一般人练不到，但是很多人他会在练气功的时候出现一些景象。那我现在就问，假如啊他练的是真气行法，真气行法这个李少波那书上写的，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状况，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状况。那假如这个人他也没看过那个书，他只是练了真气行法，他练到第3步的时候他出现了两肾藏间了，那怎么判断这个哥们儿这两肾藏间是假的，那个哥们儿两肾藏间是真的？刚才说检验标准，就第一个是你意念当中的主观的感觉，第二个有客观的验证，就是你练两肾藏间，它第一个有这种温度上的变化，就是第三者去摸你的肾区的这个位置，它会有这种发热，而且就是热的是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感，不是说光是主观的一个感。那就是说，假如这哥们儿没有看两肾藏间这件事儿，他也练真气运行法了，他也感觉到热了，然后他两肾也真热了，
那这个您就说它是真的了，这就是不，这个就是，那它就是练对了。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在特殊的运动情况下会出，或者说特殊的姿势、特殊的动作、特殊的观想的时候，你生理会出现特殊的反应。这个如果单拿出一个现象来，这个是都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些人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的。人是从这个传统来说叫做阴阳25行人嘛，就是至少能分成25类人。然后比较适合练气功、练这种传统修行的人，大概有2大类。一大类呢叫做功利型，一种叫做功能型。功能型就是你说的，非常容易出现幻象，非常容易出偏，非常容易出现各种感应。然后功利型的这种人，就是基本上不会出现幻象，这个是分人的。对，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你可能很多东西是幻象，不要去相信。但是按您的解释的话，就是我觉得就又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幻象，那这个也不，这个完全你理解错了啊！我说的不是所有都是幻象啊，甚至说，如果不是幻象，其实更麻烦。那个就是从走火入魔里面就说是属于是走火。那就是说走火跟那个真正的功夫到一个境界，这东西怎么判断？那这咱们这么聊完了以后，普通人更没法判断了。他就觉得他没法练了，那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或者说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是走火。那这东西别练了，那所有的功法就都不练了。所以就是说你去学一个东西，你一定是把它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要明白，然后你应该知道它大概会出现什么，然后它其实很多的偏差是你出现这个东西，比如你出现老肾汤间之后，然后你的心理发生恐惧或者发生喜悦，发生这种情绪变化之后造成的一个偏差。本身这个生理现象其实偏差的效率比较小，但是你如果是夸大它这个感觉，然后执着追求这个感觉，就会出现所谓的偏差。偏差更多就是说不可控的。两肾汤间也是这样，就是我通过特殊的功法观想达到两肾汤间的状态，然后我想让它温度下来平静下来，可以随时的平静下来，我想让它热起来可以随时热起来，这个就是正常的功效。但是如果说我出现两肾汤间之后一直是热的，想让它凉不下来，热的难受，甚至脱光了衣服泡到冰水里面还是热的，这就是出现我们说的偏差走火入魔。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你能不能自如控制。但是你说啊，咱们说一般的人，先说入魔吧。就是入魔的话，如果你什么一手上丹田啊之类，你很容易看见各种乱七八糟幻象。有些人看见幻象很容易，对吧？那这种东西一律不管你看见不看见，你就一律当假的。你看见所有东西，这个全是梦幻泡影，对吧？这我认为不太容易入魔了。那走火呢，就是你各种体验来了以后，你也别拿它当回事儿，也别害怕，然后你也别强行去意念去引导说冲这个穴冲那个穴。我认为走火就不会走火，所以这是我对走火入魔的理解。那像您说的呢，就是说，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个境界以后，他就心慌了，或者说他就出不来了，这个是您说的恐惧了，对，恐惧了，对吧？实际上，我觉得练气功就是，假如一切的东西，不管它来了什么东西，你都当做，要么当做幻象，要么当做就是自然现象。这么着是不是就不容易走火入魔了？也不会，也会出现问题。就是所以过去就是传统这种师承的话，或者说去修行的话，它第一个首先是要考察人品，就是你先要修养道德嘛。就是你的德行水平要够才行。你如果德行水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素质不够的话，就特别容易出偏差。就是他有可能他来了一个这个景象以后，他就执着于这景象了。还有呢，或者说来了一个景象以后，他就恐惧了，对吧？那要不然就追求，他要么就躲避。躲避和追求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对，那最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是应该就是拿它不当回事儿，对吧？不能不当回事儿，你越不当回事儿，它这个就变成一个种子了。就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心理情绪的堆积嘛，它其实就是过去禅宗修行当中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方法嘛。它实际上你说的这些幻象也好，然后练功当中的这种景象啊、生理的反应啊，其实是和你的身体的堆积之前的经历
都是有关系的，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些景象。那您这么说，您认为一个散修在没有这个师承的状况下，他还练还是不练？或者说99%的散修是不是干脆就别练了，他别强身健体了，他就该怎么着是怎么着了？我认为这也不成。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就咱们的修行目的只是强身健体啊，就只是强身健体。强身健体，你去跑步去锻炼就可以，就是不要做任何气功相关的东西。或者我们就是再说，从我的观点来说啊，就是你任何体育运动都可以看作是气功。比如说我们说跑步，非常多人的去跑步，那如果你的跑步的方法不对，你会不会出偏差？会不会受运动损伤？如果你呼吸调息的不对，你是不是会把自己憋死？很多人跑步猝死了。那以您的理解，就是说不建议一个人在家里去什么打坐呀，去练练动功啊之类的。因为因为我认为开支健身操这种玩意儿已经他妈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危害性了。但是您说这还有危害的话，那这人就这些东西都不能练了。我没有说它有危害，不，就是肯定还是有危害嘛，因为就是它不当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景象。然后你如果自己不能够解释这个景象，或者说这个平淡看待这个景象的话，你就会不断追求这个事情的真相。这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你会出现疑惑嘛？那疑惑的话，就会在你心里面造成你的这种情绪的堆积嘛。那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生理的改变。那就是说，您建议的就是说什么这些功啊，什么静功啊，弄明白之后你再学。但这不可能弄明白，谁能跟我说他能说明白啊？他要是说明白，他就不是玄学了。您说就来一个这个有传承的师傅，他说的就是对的吗？就我连佛陀都怀疑，佛陀说的我都怀疑，那你说来一个气功老师傅跟我说我就信，这不可能啊！就是你不要信嘛。对，那不你任何人都不信，你最后结果不就是你没法弄明白，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没法验证。那我没法验证的情况下，等于就是我也永远不知道真相。你自己都说出来了，第一个你的效验可以重复出现，第二个它的相应的景象、相应的状态是可以自我控制的，这个就是正常的。那如果你是身体不断变好的，或者你认为变好，那你控制不了，就是出现比如说你气功大肠那种自发动，然后自己动起来控制不了了，不断在那蹦啊，在那打滚啊，自己想停不下来的，那你说不是出偏是什么？对，就是这种肯定是出偏了。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很难判断说到底谁是在偏执，谁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刚才我提过嘛，就是他的说法也好，他的做法也好，你要能逻辑闭环，能够判断推理，形成闭环的。你如果是不能逻辑闭环的，这个就是很有问题。很多精神病，你看他那逻辑都是极为自洽的，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假设前提，那个假设是错的，但是当他认可了那个假设以后，他后面的逻辑推演全是正确的。就是你没辙，你知道吧？这种逻辑上特别自洽的精神病，其实是最难治的。这个疑惑其实我之前都是有过的，我是琢磨明白过来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么交流，我说的有点乱，所以就反而也造成你的疑惑了。对，其实我是这么认为啊，就是说，你说什么修大道啊，什么修金丹，这些东西都他妈的虚无缥缈。我现实生活中我都不买彩票的人，这种什么修炼成仙、白日飞升、什么成佛、成菩萨，这事儿不会落到我身上的，我连信都不信。我觉得没必要。但是呢，强身健体，我觉得总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看我练这些东西对我的这个身体是有帮助的，对吧？所以我其实就是说，如果能让大家有帮助就成。但是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是出偏了呢？因为你说的一些，比如说睡眠减少，还有这种记忆力变差，这个其实就是属于出偏的一种。记忆力变差就是我这记忆力它不是变差，它就是一直都特别差。睡眠减少我觉得倒不错，其实睡眠减少其实还挺好的。咱们随便聊，睡眠减少这事儿也不是所有人能做到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从那个辟谷完了之后以后，我就是每天4个半小时的睡眠，到现在好多年了。其实这个你知道有多方便？这每天多了好多时间，比看书啊什么的，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坏事了，而且我觉得身体也没差。
有些所谓的偏差，其实对有些特定的人是有好处的。我们原来有个师兄，他是练功出偏了，自己练成金丹了啊，跟他同年龄的全都得癌症死了。他活到80岁，身体还挺好的。对呀，那你说他这个是出偏了，还是他真的就练成了功夫了呢？他肯定没练成功夫，这个就是有很多验证的，就包括我们老师也说你肯定是没练成，但是他自己就觉得自己练成了。就安慰剂效应了是吧？就这么理解吧，反正确实身体不错，而且就是能展示很多所谓的神通。那也不错呀，这个他这出片也是挺好的呀。那这种出片是欢迎的呀，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他，就跟家人的关系就特别差。那为啥？会出现一些就是生活上、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就是家人不理解了是吗？不是不理解，他是会出现这种，就是那种精神病发作的那种状态。还好，是我认为我还是很理性的。我天天怕自己精神病，你知道吗？我天天看什么精神病的书，就是看看精神病人是啥样，对照一下自己，别他妈自己哪天精神病了。就是所谓的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其实分界线是没那么明显。对，大多数人的状态我们叫做正常人，然后有少部分人，我们就正常人管他叫精神病。但其实说不好谁是真正的精神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怕说从我这儿造成别人的损伤，你知道吧？就是我呢是属于我认为我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读佛经，我都觉得佛陀在有些地方说的不对，所以我对任何人都不会100%的相信，或者说就算是这个人跟我说的100句话全是对的，他第101句话我还是会有怀疑的。但我是属于谁说什么我都是听，就是我也不反驳，然后我顺着问几句，然后回来呢我会自己琢磨，可能大部分东西我都给怀疑掉了，但是我估计我的观众听完了以后就去练去了，练疯一个，我操，我他妈罪过大了。就是先修德行嘛，这个就是你先把人做好，先把家里的事儿，把自己身边的事儿安排好，然后你追求东西呢，就不要过于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一步一步可验证、可重复的东西，你去练。你看着很正常的东西，但是他如果就是太偏执了，或者说他想的太多，就是也会出现这种偏差。当然不一定有什么坏处啊，就是还是不出现比较好。这种实际上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观众，就是你不管练什么，你不要想着要成佛成仙，或者说我马上要打通任督，你该练什么练什么，然后遇见什么事儿你也别惊慌，也别高兴，然后看见什么幻象你都当是假的。只要这样，他们不走火入魔，身体健康了就可以了，要不然还不如不练呢，对吧？你说我这观众里面就算练出来100个强身健体了，练出一个疯子来，那我他妈这罪过也不小啊，对吧？是，我就怕这个。那这个不说哪方面的事呢？就还是说这个气功，一旦出现了这种幻象，或者说过于我执法执以后，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呗，对吧？因为现在我就怕大家觉得，哎，这事儿只有好处没坏处，我操，这事儿要是没坏处，我能那么谨慎吗？像我只练了8个月就不练了，它一定是有可能有坏处的，对吧？对，这个就是说出现就比如说各种发怵的反应，这个就是变成这种不能自控的，比如说身体不断的发热，不断的发凉，甚至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排病期那种手脚冒凉风啊，头冒凉风啊这种。脚冒凉风啊，这种都是出偏，然后还有就是会出现一些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它的生理会发生变化，就是会出现病理的反应。就最常见的就是你出现生理功能的蜕变，因为肉体上你要达到这些现象的话，它是需要做工，需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你产热或者是散热嘛，它一定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代价的。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病理反应，时间长了，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这种视力、听觉，还有记忆力，然后有最多的就是有，比如说这种大小便的这种不能控制的这种状况，有的甚至就是肢体出现偏瘫的这种状况，出现下肢瘫痪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这种都是有实际案例的。对，因为我听说过气功很多人出偏了，包括那个您说那吴伯岛。但是他们这种出偏，他们练气功一开始觉得自己境界很好，对吧？一开始他可能觉得鹤发童颜这那个，但是有可能到不好的状况，这中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他得练多长时间以后，可能突然之间就不好了。这种有什么案例没有啊？比如说某一式太极拳啊，我们就不提具体名字了。某一式太极拳可以去查一查，练这一式的太极拳，近代的一些名人寿命都不太长。而且最后死因往往都不太适合公开说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是了解这个身边的人，就知道他们最后是出现一些什么，就是过于一手丹田，或者说练某些动作练得太多之后，他会出现性欲极度旺盛，就是达到现在所谓那种性瘾的状态。就是一天不去几次青楼，这个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去多了呢，他这个身体就垮，就很短的寿命就夭折了。身体很强壮，很能打，但是出现这种问题，这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出偏，既影响寿命，也影响很多问题的。但是他在前面练的时候，其实还是好像都是性能力提高了啊，对对对，这是对吧？一夜10几次了啊。对对，确实是，对吧？那有的人就追求这个东西，那你追求这个东西，就要接受这个东西的结果嘛。就很多气功师其实寿命并不长，对吧？历史上很多气功师寿命并不长。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种采气类的功法。你去采气的时候，人体本身是一个闭合系统。你要采气的话，你首先要把你的闭合系统打开，至少要打开一个入口。包括国际上很流行的一些这种疗愈法呀，它打开之后呢，你吸收天地宇宙的能量也好，吸收植物的能量也好，吸收某些这种特殊物品的这种能量也好，你吸收的时候不一定只吸收好的，也有不好的，也会引来附体。有些方法就不适合说推广太多，或者自己盲目去练。那最好是有师傅在旁边，对吧？最好有一个正经的师傅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原来那种群体练功的时候，说是容易出现一些功能，是不是也是心理上的影响是更多的呢，而不是气感上的影响呢？不，它是两方面都有。实际上那种就是各种集体练功，相当于是一个布阵嘛，布一个阵，然后它会改变一个局部环境的一个气场。一个是集体练功，它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它布成一个阵之后，你可以认为是一场祭祀，就是它满足就是传统的道教、佛教或者说萨满教的祭祀的一些基本条件。第一个，参与的人够多。第二个，有这种生命的付出。生命的献祭。第三，就是大量的人他处于一个同频的一个思维状态。最后就是大多数在这个范围影响之内的人，他的思想就会极端化。就是人在一起练的时候，一是气场上面会有这个互相影响，一个是心理上面会有互相影响，是吧？对。那如果要是在线的这种功法班，他们这个是不是气场的影响就很小了？就会有影响，也会有影响，是吗？也会有影响，就是他能够，特别是能看到脸，能听到声音，就会有影响。OK， 如果要是今天这个人分享一些体感，那个人分享一些体感，可能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潜意识的影响？就是本来这个练功的人没有这些想法，看到别人出了这个，他存了这个意念了，他最后也看见了这些同样的东西了。肯定会啊。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大型催眠现场。我认识一个当年气功大潮开过那种代工报告的一个当时的气功师嘛。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让这个勺子变弯，然后就让他们一人拿一个勺子，最后就真的有人把弯的勺子拿上来。可能意念超强，也可能真的就变弯了。那咱们具体就不清楚了，反正是有这种现象。那假如我们去练气功强身健体的时候，像段医师，您觉得遇到这些看见一些幻象啊，或者说觉得有些身体里面有一些感觉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第一个就是先停练呀。就是如果要是有感觉了，就干脆停下来，是吗？对，停下来，大多数不练了就会消失的。然后如果你停练了还没消失，你去换一种运动，你比如你跑跑步啊，或者跳跳绳啊，就是过去的说法就是散气嘛。就把你体内这种
在这种不正常的经络运行状态的这种气就散掉了。那但是找一个中医师吃点中药，扎扎针灸，然后让他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经络运行、气血运行恢复正常。精神上这块就是你要树立一个正常的三观嘛。然后之前我们说这种，你把情绪印记这种要清理一下。那有的时候像这个练习真气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气冲病灶的感觉，就这个很多人都有啊，就是说他的一些宿疾啊那块会疼，然后他这个气冲过去以后，老冲这块就好了，包括我自己也是。那这种情况我怎么判断？就说现在我是出偏了，还是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气冲病灶？就所谓的气冲病灶，包括好多人所谓的这种气感，实际上都是因为你身体不正常，就是你气血不平衡，然后脏腑不平衡，然后出现的这种所谓的生理反应，它既不是什么所谓的练功得气的现象，也不是气冲病灶，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你就当做如是观就完了，就不要想象太多。不是说这个过去一只鸟，我就一定想，哎呀，这个股票要涨，就过度联想。那气功里面出现这些特殊的感觉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就是基本上每个人练可能就是正常的运动。你跑步，你从来不跑步，你突然跑个100米，你是不是喘？你说这喘是气冲病灶吗？想太多了嘛。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也可以接着练，就是我就不管你喘就喘呗，喘就是正常现象，我接着练。你要科学去练呀。你只是等它平复下来，你再跑啊。也就是说，假如我气功里面出现一些状况以后，我干脆先等等，先别接着练。先看一些基本的教材，比如我说是中医气功学啊，或者实用气功学，这些著作里面都写了，就是有一些练功的普适性的原则。就是不光是说这个现代的气功，就古代的气功，佛教、道教的，包括藏密的一些功法，你如果是找正经的老师，有传承的拜师，一定不是说你站桩站的时间越长越好。你打坐时间越长越好，不会这么说的。都是少量多次，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打坐先打坐5分钟，站桩先站3分钟。动作做标准，不会走形，不会有不舒服，有不舒服赶紧下来散散步，活动活动，歇会儿再练。少量多次，很多所谓的这种就是气冲病灶呀，或者各种感官、各种景象，都是说。你站桩也好，打坐也好，你疲劳作战了。你本来你打坐半个小时是正合适的，你非要我尝试一下突破极限，我做6个小时，然后你的动作就会变形，你的脊柱就会弯，你的各种姿势就不平衡了，体内气血不平衡了，然后在你的这种入境的情况下，它会在你的这种意识里面，你的潜意识里面，它会放大这个感觉，就出现所谓的幻象，所谓的气感，所谓的气冲病灶。你少量多次就不会有这些的，或者你身体状况很好。为什么我之前跟你说这个中医就是一个道家修炼的一个副产品呢？就是他真正要修道的人，他实际上是要通过中医的很多方法，去把自己身体先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的身体架构、你的气血状态、你的脏腑情况比较好，你这样才有基础去修道，才有基础去做河车搬运，去做这种周天的训练，甚至说更高级的功法。佛教也是这样的，它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金刚型，就是它禅修之前、打坐之前要做的一些功课，要把你的身体的气血调到一种状态，才能去做。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气功里面它的8处16经啊什么的各种反常的这种身体的感应，那个不是反常，那个就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正常的生理反应呢，像您正常的生理反应出现不可控的状况。就叫做出偏。也就是说，假如他只是说，比如说感觉到热、感觉到冷，但是可控，他认为或者我停下练功，他马上就停了。你停下练功就没了，就是正常的。OK。或者你不去关注他，一会儿他自己就没了，就是正常的。如果你去拼命去关注，你说我这个两肾汤间这发热了，你就去想，哎，这怎么热呀？这个热到什么程度啊？多少度啊？哎，怎么难受？怎么舒服啊？然后。这个下了坐以后不打坐了，它还是发热的状态，然后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不断的出汗，然后控制不了了，停不下来了，这就叫出偏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说暂停练功，
如果不可控，第一个就是暂停练功，然后呢做一些心理疏导，自己做一下心理疏导也好，找其他的人帮你做一下心理疏导，改变一些过于偏执的想法和心理。那如果要是在练功的过程出现的话，你就要换一个功法，就是你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不适合这个功法，反复出现就换功法了，对吧？对。那如果要是在练功的过程之中，就是说有个痛啊、痒啊之类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也对你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你还是可以接着练的，是吧？一般到一定境界之前，这些八处都是可以忍受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太难受。除非是你身体状况特别差，或者是你达到一定境界之后，这个会出现一种就是你难以想象的这种各种八处的感觉。但这个通常就是有对治的方法，就是你有相应的功法都会有相应的对治方法，怎么去处理这些八处，怎么去处理幻境。你去按照这种有传承的方法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不要产生恐惧心理。第二个不要出现这种追求的心理。我手麻了，好像虫子在走，就追求这儿麻没麻呀，那儿麻没麻呀，那你去追求的话，就一定都会麻。也不要出现恐惧，哎呀，我这个手是不是缺血坏死？好的不灵，坏的灵。然后如果出现自发动，因为自发动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对吧？那自发动的话，我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这自发动你只要意念一到，它就能停下来，这种就问题不大。停的时候就可以停，这就叫自发动。然后有些自发功是你被诱导出来的。就是包括前几年这个网上有一些人就是在诱导你，让你说，哎，这儿跳起来，跳起来，这种筋膜弹动啊，这种就是实际上就是过去气功大潮里面。因为过去气功大潮它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以己招招，使人昏昏，就是他明白怎么回事，然后他让你稀里糊涂的达到一些目的，敛财也好啊，骗财骗派也好啊，发展教徒也好啊，发展势力也好啊，甚至有一些政治目的也好，他是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种是有的。还有的人呢，是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是他自己稀里糊涂的，然后他编了一套理论出来，然后别人也听得稀里糊涂的，然后就跟他练了，那肯定是稀里糊涂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以己昏昏，使人招招，就是他自己练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瞎编了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跟别人一讲，开班啊，这个做讲座呀，到处讲完以后，下面听了人说，我悟了，我开悟了，我悟道了，我成了。这种是最可怕的，这种就是100%出品。OK， 就是自己没讲明白，然后给底下人讲的，让底下人自己认为自己明白了，更麻烦是吧？就是你自己你都不会游泳呢，你讲半天，你跟人编一套理论，说你在水底下应该怎么游，你这么游没问题，那下来这人肯定被淹死。如果要说回到自发动上来，就是说自发功那种你完全失控的自发功，那一定是出问题了，你就干脆别练了，对吧？而且可能就需要治疗了那种，就到那种都已经要治疗了是吗？你自己控制不住那种，就经常会出现，就把这个肌肉韧带就拉伤啊、撕裂啊，甚至严重的会骨折。这种有可能是被诱导的，也有可能是被附体的。我之前见过，福建那边有一个人，他练当地的一个拳法，就是他们要先请神，就是那种神打吧，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点自己觉得自己刀枪不入，然后确实很猛啊！你看你就会做出一些很多非人类的动作，但最后结果就是打完了以后，他就浑身多处受伤啊，骨折甚至。对，因为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知道有人在练这个，就是练气功的时候，突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摆一个剑诀，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然后他那个人在那叫疼疼疼疼疼，但是动作一直接着往下做，最后就把韧带给拉了。这个就是正常的自发功是这样，他做的这种动作轨迹呢，一般都是圆形或者圆弧形，然后都是相对柔和，不会说那种快速单调重复的动作。如果是快速单调重复局部的动作，一般就是不可控的自发动，就是他局部的筋膜张力太强了，而且违反正常的生理结构，他身体机体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就会反复的做这种重复动作。
然后自发功呢，一般它是有正确的引导，然后他做的动作是相对舒缓，有可能快也可能慢，但是是匀速的，而且是一般是弧形的，不会是局部的，一般是全身的，而且是它可以控制的，就是我想动哪儿可以动哪儿，想停可以停。然后他就算闭着眼睛呢，比如这有个椅子，他自己动作会避开这个椅子。还有这事儿呢，对，这些就是正常功态的自发功。但如果是那种就是局部重复抽搐的那种，就是不受控的那种，就不要追求，会很容易出问题。反正就是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我想停下来，它能不能停下来，对吧？如果我想停下来停不下来，那这个就一定是出问题了。大概率是出问题。然后我接着问一下，就是说原来我认为这个入魔就是你会看见很多乱七八糟幻象，什么仙佛神魔啊，反正什么都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因为我读《金刚经》嘛，就是你梦幻泡影都是。但是有些练功练到气功以后，哎呦说我操，我见到菩萨了，我跟菩萨说话了。如果要在这个练功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那你这种建议怎么处理呢？这种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你清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心理印记。这个就是会出现这些幻象，一般都是你之前的人生经历，甚至说前世的经历，甚至是你身边人的这种经历、心理的变化，你遇到的人事物，还有之前重复的情绪的慢慢积累到一定量会造成的。所以老王老是说他准备就是说追求临死的时候去那个中阴身那一瞬间做出选择嘛。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难度非常大。这个方法就是在传统的各个教派里面都有这种方法，但是需要非常高的天分和足够的准备。这个他就是那么一说，就是你之前整个人生，你的各种经历啊，各种情绪积累，它是慢慢叠加的，不是说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的想法。就最简单嘛，就是我们的灵魂其实一直变的，就是你想想10岁的时候自己，20岁的时候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你的想法、三观、你的情绪、你的这种心理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而到临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心理的累积、你的灵魂的状态，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你本心的那种情绪积累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好一点呢，就是你定期做清理，然后你一直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然后你在这个中医身的时候确实是会有选择，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没得选，就是很窄的一条路。但有的人是可以选，但是你会死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死了，陷入一种无名的状态，就是你觉得自己还是活着的。就比如老王，他可能等他去世那一瞬间，他会又回到他小的时候，好像一睁眼又回到说他妈妈让他拿2根葱的那个状态，就是会出现同样的情景。然后你之前积累的这些情绪的同类的情绪，都会爆发出来，那个时候你就会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你就不太容易做出你想做的选择。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要练梦控呢？其实就是要反复演练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有一个办法，他们这个纳罗六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在梦境中预演这个场景，就是你到那一瞬间，你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分辨的。就我们现实中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导航，你到了一个岔路口，你说你是走一个崎岖的小路呢，还是走一个修得很好的一个路，而是走一个破败的乡村路呢，还是走一个这种灯红酒绿的城市的道路呢？有的时候你也是很难，就是在那一瞬间做出正确的抉择。对，其实他说了半天，其实他就是懒而已，他就是不愿意事先做功夫而已。别听他胡说八道的，我关起门来说，他就是懒，他不愿意事先练。哪有你这个从来不练跳高，你就我要跳一个世界冠军出来，我就那一把，这是开玩笑的事儿。我天天练，我都不见得能跳多高的，对吧？这个丹道还有练这个禅修，其实主要就是壮大你的神魂，然后让你这个魂魄的和谐程度更好、更紧密。对，然后到这个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能够做一些主动的选择。像练梦控，我原来是那个抓屏入梦嘛，就是清醒的入梦。现在我要练的就是这个梦中之梦。你梦中之梦练好了，你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自己死了，对吧？其实你的状况，我就是接触这么几次，我觉得很适合峨眉的这个清净皈依法，是吧？可以上网搜一搜清净皈依这个功法，是吧？你先看一看，你不用先练，看一看这个不太容易出偏，是吧？练一段时间都是能够达到一定效果，对，而且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功法。然后你看一看之后，你如果确实想练，咱们再连线，我给你讲一些可以，然后你再开始练。对，其实你看啊，其实我修炼的目的，第一个，首先你是强身健体，你就是说，咱追求的是健康长寿，然后无疾而终，你别身体不成。其次还有一个就是，那你身体好到一定程度，你说像什么我要成就金丹大道，我要身化三界呀，或者我要什么成佛成仙成菩萨，这事儿我就一普通人没戏，对吧？彩票我都中不了，追求的都成不了。实际上，这个传统的这种修行也好，传统武术也好，它主要的是辨识你自己，认清你是谁，就是我到底是谁，谁是我，10岁时候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你认清自己，然后圆满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发现你有什么性格缺陷，然后有什么道德修养啊，然后身体的这个结构啊哪有问题，你怎么通过什么方法，然后把这些缺陷补上，然后让这个身体、心理、身心灵这方面更圆满。对，像这种什么累生累世，这个那个的，这是我没戏，我都知道我就是一普通人，我连买彩票也中不了，我这个亿万富翁我也没当了，所以咱就别追求成仙成佛了，成仙成佛比这个当亿万富翁要难多了。对，如果方法对的话，就是确实是会改变命运啊，非常快的。就是有些功法，基本上你比如你早晨起来练，你这一天的运气都会变得很好。是吧？关系都会变好。这天没练就变成普通的状态，是吧？我觉得我现在不练，天天的运气都很好。我觉得我已经不用练了。就涉及到这个气运，然后状态的这个波动嘛，就是说它是怎么能够让这个趋吉避凶的状态。反正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我也没什么太大的追求了，我也躺平了。然后我在修炼的就是死后。我希望通过梦控或者用不管什么功法，我先把死后的那些地儿我去趟趟。就是你说让我现世成仙成佛，我觉得咱也没那能耐。我就是死后寻一个好归宿。其实跟老王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追求那个的话，你首先要把这个现世这个先做好，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心理状况，你身边的家人啊有没有安排好啊？说死亡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对。但是你比如前一阵说那个沙白，他那个。追求这个辅助自杀，其实是一种逃避，并不是面对死亡，是吧？对啊，你是因为病的痛苦，你是受不了了，你去选择这个的嘛？你并不是说我没办法了，是吧？实际上办法是很多，但是他选择逃避嘛，甚至说逃避他的病痛，逃避他的家庭的责任，逃避他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逃避，但这样来说，就是他这种逃避就会导致说，如果有来世的话，他这些东西还会再来一遍，变本加厉的。但是我是觉得像那种啊，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临终关怀的书，就是我是不希望自己在一个得了绝症的情况下，然后躺在 ICU 里面去死亡的。我希望我的死亡呢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就是你练功或修行，其实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死亡，对，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临终时刻，想让自己的生理机能停掉，那一刻就能停掉。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死亡我是能理解的，就比如说啊，这已经就是最后一口气了，然后非要在 ICU 里面折腾3个月、4个月、5个月，那自己痛苦不说，还给家人欠一屁股债，对吧？或者把家里的积蓄花光了，尤其在中国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安乐死这挺好的，或者不安乐死，就是说我就在家里待着。但是如果要是在家里待着实在太痛苦的话，那我觉得那种情况下安乐死也是一个选择。我认为这是理智想清楚的选择，就是说不要给家人添麻烦。你说的这个就是面对死亡嘛？对。但是像沙白那样，他就是逃避嘛，他不是说我最后选择死，他其实是有很多选择，但是他选择逃避其他的选项。
哦，我因为不知道它具体的情况，因为像我们现在了解玄学以后，其实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了，对吧？对。但是就是和练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如果有对这个事情有恐惧，那好的不灵，坏的灵，对吧？所以就跟死亡，我是要去，我知道了哦，我马上要去，比如说啊，我是农村孩子，我活着的时候是一农村孩子，我死亡的时候我要去城里上学了，那到底是去清华北大，还是去这个北理工啊，还是去首都医科大学啊？我事先我在农村的时候，我要是能有这个参观的机会，我每个大学都看一看，对吧？每个大学看一看，看看哪个自己能够着，哪个在我能够着的这些大学里面，哪一个更适合我。那这个当然是比你那个到时候闷头随便报一志愿就去了，或者说随便给你一个服从分配。那我觉得死亡，我觉得如果要能修一修的话，能让死后的选择多一些，我认为这就是修炼的另一个目的了，对吧？对，这个除了你修炼，就是你增加这个生活的宽度也是很重要。多去旅游，见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个都是会增加你死后的选择机会。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要观察这种自然界当中，就轮回其实不是只是人之间的，就是说这个人口几十亿，然后历史上人口多少，这个灵魂哪来的？这就很多其实就是动物啊，或者是生物，甚至是说细菌、病毒，就是他们的一生是非常短，然后他们也会参与轮回，甚至他的一世非常短，就很转瞬之间可能就几世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去设想啊，就是这是佛教的理论嘛，就是你去设想，你如果是一个草履虫，你的一生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对于人来说，你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地狱？就是这样，对吧？有那种生活在火山口里面的这种微生物也好，这种小的动物也好，它在这种就是宗教描写的那种火焰的地狱里面，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就是那修行其实就是两方面嘛，另一方面是你现世的时候至少做个强身健体，对吧？就别琢磨成仙成佛了，你做个强身健体。辨识自我，你要先明白你是谁，对，你到底是什么，你就是认清自己，然后想办法圆满自己，让自己的一些缺陷少一点，负面的心理印记、情绪印记少一点，对，然后看开一点，就是安排好身边的人，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多做善事，积累功德。积累功德就是说你的善恶观、你的三观是正常的。对，那这是活着时候，然后剩下就是最好是能预言死亡，而不要像是就最后那临门一脚，觉得自己能如何如何。那这个你用现实的事情想，这件事你没有练过，你觉得自己最后那一下能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太难了，对吧？你还是最好能事先演练一下啊。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反复演练这个需要。对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你用不同的这种玄学的方法，它是有不同的方法的，就是可以提前预演，有的是可以就是提前铺路，有的是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增加自己主观的一些东西。对，那原来我琢磨着是梦控，因为这个我跟他们交流的比较多嘛，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您又说了一个峨眉清净功，对吧？清净归一，清净归一，或者说藏密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睡梦瑜伽啊之类，对吧？基本上我觉得就这几个。睡梦瑜伽就是纳入六法之一。叫什么六法？纳入六法，最后为了夺舍。哦，那咱夺舍这事儿咱干不出来，咱们就找个地儿待着就完了。那所谓的夺舍就是所谓轮回，其实是你的魂魄被打散之后。一部分参与这个轮回，一部分参与那个轮回，然后它不同的灵魂的碎片再重新组合，然后再轮回，是这样，不是说完整的，大多数人不是完整的。所以我是觉得，咱也不追求马上就跳出轮回，但是你别一定逼着我说是像普通中国人似的，几十年就来一圈，几十年来一圈，你哪怕给我带个什么戒呢？你哪怕跟我说天堂是要毁灭的，你在天堂里面至少给我1万年的时间，我可以在1万年里面我再修嘛，对吧？就是一把脱离不成，你至少给我来个时间段嘛，就是最好是死后能有选择，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了，对吧？对，就是说其实就是修了半天现实的生活，你强身健体，然后那个像您说，现实生活如果不满意，或者说你现实生活的很不顺，或者身边的家人没弄好。
没安排好，你的生活很困苦，那就是你的心灵上会布满各种负面的情绪积累，各种缺陷，然后到死亡的那一刻，它就跟练气功一样，它会无限的放大，然后你会不断的拉回到你之前你生活困顿的时候啊，你这个跟家人争吵的时候啊，你这种被打压的时候啊，就回到这种场景，然后你的情绪就会失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魂魄就会出现更不可控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练梦控就有优势了，你梦中之梦了，对吧？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死了，对，你首先得知道自己这时候死了。对，所有的就是练静功都是为了让你保持一个这种神识的一个稳定，就是情绪的稳定，你能够及时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就是我出现八景啊，出现八处啊这些，我应该怎么应对，怎么保持冷静，不要出现情绪波动。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死亡的预演。就是说您说的，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入定跟出定也是反复的在演练死亡嘛。它就是一个小死，大定如小死。对，大定如小死。然后做梦其实也是，做梦也是一把小死。对，然后梦中破幻，知道自己在做梦，从梦中醒过来，那你死亡的时候你也知道，哎呦，哥们儿死了。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该干嘛了，对吧？其实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死了，或者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这个是一个最难的一个事情，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心态陷入无明了嘛，就没得选了。对，陷入无明，那你就没有自由可言了，你就随着牵引，随着业力牵引你就走吧。对啊。那说回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在练气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对这些幻象啊，这个各种东西需要平稳去对待。第一，不要恐惧；第二呢，也不要去追求，对吧？我就是还是扣题题嘛，就是大家不要把气功当做一个什么特殊的东西。你就想，它就是一个锻炼呼吸、锻炼你的思维，一个思维练练你的大脑，锻炼你控制身体的能力。就是一个体育运动。把气功当做一体育运动。说日常生活当中，我开诊所，很多人打羽毛球受伤了。我从20岁开始打羽毛球，我特别热爱这个运动，我每周打5天，每天打3个小时，打到60岁了，我发现我拿不动拍了。我一挥拍胳膊疼。我是觉得这个疼很正常，所有打羽毛球的都疼。我吃点止疼药就好，接着打。打到他拍子都拿不起来了，我筷子都拿不起来，这是不是入魔？是不是走火？对。我就喜欢跑步，我天天跑一个马拉松，跑了1个月，怎么样？脚趾全掉了。对，8月把也磨光了，全都磨光了。你说是不是走火入魔？是不是我执？是不是法执？是你不要把气功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特殊的东西。说玄学怎么样？玄学怎么样？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你熟悉的领域去类比的。我刚才说金融了，对吧？就是你上海爷说那么一句话，那些人就疯了一样去炒股，全部身家压进去，是不是走火入魔？一样的东西嘛。对。那你练气功也是这样啊？你说我觉得这个锻炼练完以后我很舒服，就是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不要过于追求嘛。你说我这个气功，我站桩怎么舒服？我非要站10几20个小时？你先正常生活吧。对，业余时间适可而止。这个饭再好吃，你不能一天吃10几顿啊，那身体吃坏了。对，都是很正常的理论，很正常的大家的常识，但是一到这块儿，就很多人就迷茫了嘛。就没有逻辑思考，就不会正常的去判断了。他把这个气功跟别的东西差别对待了。其实气功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是啊。而且也别去追求什么说，哎，我要通什么任督二脉啊，我练100米，我要跑过博尔特。对，你先理性分析一下你的身体条件行不行吧，对吧？对吧？你怎么知道你练这个气功你就能什么打通任督周天啊，练出金丹来呀，就成仙了呀？那你怎么说你练100米你不能超过博尔特呢？对，这个领域你就疯了嘛？对，就别说博尔特了，比如说我有观众说15天练真气明法任督通了，你说我也非要15天，那人家身体什么状况，你身体什么状况？开个培训班告诉你怎么花1万块钱就能买中彩票，中头奖，你信不信啊？
你肯定不信啊！我要能中头奖，我干嘛还开班培训呢？不，你那头奖如果500我就信。你收几十个人交1万学费，我给你500。对，那你这个理论上我就信了，对吧？你要说交1万，然后让我中500万，那我不信，我不相信有这种事儿。我是雷法大船，不是雷法大成，我这是古传的。那你师傅是谁？那你能不能做到特斯拉能做到的事情？对，很简单的事情嘛，对吧？对，而且另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练气功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执着，不要害怕，也不要太追求，不要妄想。对，不要妄想，不要执着，不要恐惧，然后脚踏实地，然后量力而行，自己先辨清自己，你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我想身体好，我想病好，你先去看病啊。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练的话，怎么选师傅呢？因为您是有师承的嘛。但是一般人他怎么去跟谁学，不跟谁学，在网上学还是去现实中学？反正别人问我都是建议他们去实体参加一下这个真气运行法的班，因为这个功法比较稳妥，而且已经好几十年了，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对吧？而且确实也有效果。那但除了这种像别的，在这个学这些功法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怎么选老师啊？什么样的老师看着靠谱，什么老师不靠谱？你先买一本这种中医气功学或者实用气功学，它里面写的就是其实它会有各门各派的功法介绍，你大概知道它源流，比如周天功是什么样啊，对吧？合摄搬运是什么呀？它后面都会有专业名词的解释，这个解释都是得到公认的，各个派的最大公约数，道教的南北西东中派都认可的东西，他写在这个书里面。不是说一派一家之言，人性的就是你练气功要怎么样去避免偏差，要注意说，不要练完动功马上练静功，或者练完静功马上要练动功，稍微有间隔呀，要选择这个功法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呀，出现偏差，觉得不舒服啊，觉得太舒服了，觉得出现各种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马上停掉。换一个功法，它会有很多这种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原则会讲，你就买一本书，踏踏实实看2个礼拜，肯定看完了，都不是很厚的书。中医气功学吗？对，中医气功学或者实用气功，实用气功学就是比较厚的一本书，那个就是都是说大浪淘沙，几百家气功，确实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治病，不容易出偏差的。而且传承明确，这个人是从哪儿学到这个功法的？这个功法之前在哪个地区传播了多少年？从哪朝哪代开始？第1代传承人是谁？第2代是谁？第3代是谁？现代是谁？然后怎么传出来的？传了教了几个徒弟？这几个徒弟在哪个地区发展了？都会有记载，这种功法才会入选。你说我3年之前编出来的，不可能有你的功法。但是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去看市面上，这个老师说，它有什么功能，它是什么传承啊，什么古法啊，你看一看它的动作，看一看它的原理，看一看它的观想，你在这本书里面都能找到它的根源，它抄的是什么？我们学过这些都知道，它哪段抄的谁的都看得出来。中医气功学跟实用气功学2本先看看，对吧？你就去看一本就行。小白的话，你就看中医气功学，那个就相对就是更多是从治病啊，从强身健体这块考虑的。然后他介绍也都比较简短，然后基本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他还本科给本科生看的嘛。然后实用气功学那个就是属于专注了，那个写的会更详细一些，但是篇幅比较大。实用气功学是吧？我找了一本叫《实用中医气功学》的。马继仁主编，对，就马继仁那本啊，那我把这本也弄下来。行，这个我觉得也给这个观众们都推荐一下。有这个知识储备之后，你就知道，我练什么样的功法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功法可能对这种消化系统更好，这个功法对这种呼吸系统更好，这种功法练完以后容易让这个睡眠质量提高，这种功法可以就是强筋壮骨。然后你就明白它背后的原理。然后我去找市面上的老师也好，我去看网上视频也好，你就知道大概它这个东西原理何在，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没有蹊跷的地方，
嗯嗯，对，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对，得先掌握一些基础知识，不要盲修瞎练啊。对对对，远离宗教，你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学习宗教的原理和宗教它的一些专业名词，你明白它的意义，但是你要远离这种现实的教派，现实的教派一定是有利益。所以就有这几点的话，再去练功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是说练功咱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吧？对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对，这个藏密如果是正常有传承的，他真要收你做这个衣钵弟子，他是有一个3年考核期的。就是这3年，这个准备拜师的这个人要随时随地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质疑、去问难这个上师，然后都能得到满意回答。3年之后，这个才能正式拜师。那你说是要考察师傅是吗？对，首先要考察师傅，然后师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得考察一下这个学生这个徒弟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因为他会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让你做某些事情，或者让你默练某个动功，或者让某个观想，然后你有没有照做，能不能做出来，或者说做的有没有打折扣，他也会观察，这是双方考察。明白了。每个人的身心状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那个没有适合所有人的功法，就是这个功法到每个人身上都是需要细微调整。这个就是传承和这个老师的意义，他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修行的这个进度去做一些微调，这个是师承的意义。对。然后你要说有一个什么功法啊，我练成了，我教给所有人练都能练成，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要不你下回约一个，你来讲一讲，如果要是修炼从中医的角度怎么强身健体，我就讲一些，比如基本功法，就是咱们用语音讲完以后，自己都能练的。对，可以，市面上的功法这么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样，而且很多人是只练功，没有医学的背景。我觉得如果要是段医师这块能分享一些您这个峨眉的一些功法，能强身健体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对大家都有帮助的，对吧？我尽量吧，我找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分享的，然后确实有效而且不容易出片的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对。另外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来说，传统的说练传统武术还有传统修行上来说，它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做2茬人。就是你出生是做第1茬人。你开始决定修行是做第2茬，就是你要全面反思自己。你要痛改前非，你真正的认识自己，抛弃自己，然后想办法认清自己，然后才能圆满，才能够完善你自己，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还是你的灵魂。你这样才是一个正道。就是《道德经》嘛，就是有道才有德，你走在一个正道上，你必然是有德的。如果你是说只是标榜很有德，你可能走在一个错路上，那你就是在造业，而不是在造德。就是有德不一定有道，但是有道才能有德。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有些什么放生啊，但是他把一些不适合在大海里生活的一些动物放到海里面，这是造杀业，这不是放生。就是你一定要方法道路正确才行。成，那段医师，您又是中医，然后您又是这个正宗的有传承的这个功法，那从您这儿学的一些这个强身健体的功法，应该是最稳妥的了，对吧？就是练气功也好，修行也好，其实和你打篮球、你去跑步、你去炒股是一样的。先把基础知识搞清楚，基础概念搞清楚，你先去学会看盘，然后你再去实际去把真金白银的去投入去炒股，你就避免风险，保证本金是第一步的。对，不要追求高收益。对。去练气功也是这样，你先踏踏实实的，你去看一些这种基本的、正常的这种著作、理论著作、实际著作，然后你有一些基本概念，有一些常识之后，然后你先保护好，说我不会出偏，我不会走火入魔，然后我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身心状况的一个东西，对我有益的东西，然后再去实行，而不要说着急忙慌，说看到一个什么视频，看到一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说的天花乱坠的，我就直接一心
我把房子卖了，把生意卖了，我就去干这个事儿，我就去实修，我要去成仙。你先要做好人，先要把自己过明白，认清自己，然后有可能去走上这条路。对，我觉得修行如果要是首先能做到强身健体，然后再进一步健康长寿、无疾而终，那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对吧？家庭和睦，要一定是跟家人的理解，要让家人能过得更好，而不是说因为你要修行，你就要出家，或者你要修行，你就让这个老婆孩子饿着，或者说你这个房子都卖了，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让家人的这种生活都变差，那你这不是修行，你这是自己在自杀。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咱们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然后有点功劳那都是赚的，对吧？你别修着修着，最后把自己给修残了、修疯了，然后家庭修破裂了，那完蛋了，那这个还不如不修呢，对吧？对呀，它一定是锦上添花的。对，就是我先保证我这个有定期存款的这个利息，我能跑赢通胀就可以了。对，你不要追求说我一年要翻几倍、翻几十倍、上百倍，那个不现实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修行观，对吧？暴富是不存在的，一夜成仙也不存在。对，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路数，我们期待这个段医师给我们从这个中医跟这个传统的峨眉功法上面给我们将来做一些入门的分享，好吧？也不一定就是峨眉功法，我就把一些自己练的，或者是这个临床当中实用交给患者效果很好，或者不容易出偏这种比较安全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先尽快约一期吧，尽快约一期。您那边准备好了，您就告诉我，然后我就随时跟您约。咱们先来一期入门功夫，那种肯定不出偏又能强身健体的入门功夫，先聊聊，对吧？对，适合普通人的。基本的行住坐卧四位一嘛，就是你怎么坐、怎么站、怎么睡觉、怎么走路，这个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你日常生活中你不要当做是气功，你当做一个正常的日常的一个运动锻炼就可以。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走路，教你怎么站，教你怎么走，教你怎么做。这个其实很多是你小时候模仿你身边的大人、成年人，你去模仿他们一些本能形成的，这就会造成很多不好的习惯，或者说至少说有不平衡的这种习惯，日积月累，它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就形成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这个如果有意识的去专门去学一下，怎么让这个身体达到平衡的这种行走坐卧，其实就可以治疗很多疾病，让身体状况可以更好。行，那我们就期待了，好吧？您那边准备好了，您随时跟我联系，录完了我们就尽快上线。好嘞，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好吧？好，下回再连。好，拜拜。